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测的这个题目之前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有遇到有一些伪装成是 YouTube 的 support，然后他就会给你一封 mail，然后说有人检举你的 YouTube 的频道，如果你有在经营的话，他会说里面有人说你很多里面是垃圾的一些影片。那其实他就会在下方就是要你回传一些可能是你的 password， 就是你的密码，就是你可能登录你的 YouTube 或者是你 Google 的那些密码，一些私人的资料。那其实任何的官方的媒体或者是网站是绝对不可能会要求你去回传你的密码，一些私人的一些资讯在里面。那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诈骗。只是呢，目前台湾呢发生的状况可能还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在国外已经陆陆续续都有发生。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注意一下自己，要保护自己的私人的资料，避免就是有被诈骗或者是被掌握到各自的问题。那今天的题目呢是，大家看到画面上有很多就是黑色的一个圆圈，题目是有一天你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他的东西就是掉在地上，然后他就是散成一地。这个时候呢，你觉得你直觉看起来的画面会是哪一个画面？那一样我们就是从这边是1，大家看得到吗？1、2、3、4、5、6，最后这一个呢，确实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你看到它撒成一地的时候，在它附近的地板上并没有任何的珠子或者是东西在上面。现在就是凭你的直觉选一个，你觉得乍看一下它的地板会散成什么样的画面？那选好的话，我们就继续接下来。然后呢，那个人他一直在找他剩下最后一颗的东西或者是珠子的时候，你觉得那最后一颗的东西是会在哪一个形状的地板上方？那一样就是从这边开始，这是1、2、3、4、5、6。现在就是一样，就是凭你的直觉选一下，你觉得在哪一个地板上会看到那个人找到他最后一颗的东西？最后呢，那个人想要把他的东西收起来的时候，他有各种的容器可以去装它。你觉得那个直觉，你的直觉是那个人拿出来的一个袋子是长哪一个形状的？一样，这个是1、2、3、4、5、6，一样就是凭你的直觉选一个，那个人会拿出怎么样的一个袋子去收纳他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解释一下今天的题目在问的是什么。如果说你选到他你觉得散落在地上是这个第一个的话，代表这个题目在问的其实是10月份，2019年的10月份，你整体的运势是如何？选到这个的话，代表10月份的时候呢，你会有机会，或者是
你自己很想要挣脱掉一些旧的习惯或模式。以前的你呢，可能会觉得事情的发展就是照着这个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或者是你想到什么就去做，也有可能是别人会规定你说你每天的行程跟日常应该要怎么样做，但是其实这种事情没有所谓的正确或错误。比如说，有的人一早起来可能他要做运动，有人一早起来可能他想要拉筋，也有人一早起来什么都不做，他就是可能会睡一下回笼觉，就是有各种的方式跟模式。但是呢，在10月份的时候呢，不管是你的生活日常，或者是工作，甚至是你想要维持你的健康，你会想要运动或不运动，你都会去找出或者是突破旧有的模式跟习惯。比如说你以前都可能依照别人怎么跟你说，你就照别人的意思去做，但其实做一件事情的方式呢有很多种。所以如果你在10月份的时候呢，你会想说，那如果这一次我就是不要照别人的讲法去做，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突然看懂了，其实很多事情没有真正的规则，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忽悠你啊，就是骗你啊，或者是没有很认真的跟你讲一件事情，你在10月份的时候也会发现真相不如你以前所认为的。比如说大家一直都觉得说进这个空间应该要先脱鞋子，或者是应该要做一个什么动作或仪式，或者是你一早起来要做些什么事情，好像都本来就是你该做的。可是10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没有规定谁一定要做，甚至是可以轮流去做，轮流的完成。然后也，比如说你进一个空间的时候，那个空间地板并没有很干净，你根本就不需要脱鞋子，诸如此类小事情、大事情，你就会发现说，它其实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则在里面，或者是你甚至可以自己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规则。那如果是在感情方面的话，10月份你会觉得突然看懂真正的对方，比如说你会觉得跟对方的感情好像有点无聊，或者是有点平淡，很像老夫老妻。那10月份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其实对方还蛮有趣的，或者是会突然间觉得对方好像有些东西是你不知道的，不知道的那一面，你就会发现。所以在感情方面，你可能会有一个可以突破去看见真相，或者是看见不一样的对方的一个现象发生。那如果你选到的是第二个这个状态的话，这个散落成这个形态的，代表在10月份的时候呢，在工作上面呢会有一个新的开始。那可是这个新的开始不一定保证它未来会所谓的成功顺利或者是失败，它就是一个开始。那更多时候是你会去想要努力的维护或呵护住这个东西，或这个案子、这个专案或者这个客户的关系，你想要让它经营的更好。所以有可能如果你是在跑业务的话，你会认识很多新的人，然后会想要开始去经营更广阔的人脉。那其实有时候你经营它的时候，你会小心翼翼，然后会希望尽可能的让对方觉得非常的信任你，然后可以跟你维持一个比较长的企业客户的关系。那但是要注意的是，有时候可能你投入了太多的个人的精力在里面的时候，你会比较忽略掉跟家人啊、情人啊，或者是一些好朋友的关系，你可能会忽略掉。那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当你把所有的能量跟精力用在一个方面的时候，另外一个方面相对而言它的得到的能量就会比较少，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可以在10月份的时候注意一下，维持自己体力跟能量的平衡，就是在工作还有私人领域都可以得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如果是感情方面的话呢，是代表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的可能，未必是可以变成很长久的稳定关系，但是会有蛮多机会去拓展，你可以认识新的人，然后可以透过也许是工作上或者是办活动的时候，会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那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蛮有趣的。那如果说你是已经有伴侣的话，在10月份的时候呢，你们可以透过一个去参与一个活动，或者是自己规划一个行程，然后让彼此的互动变多，然后感情变得更好，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如果选到的是这个第三个的话，代表10月份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些
要小心的部分是在工作上会容易变成大家的注目的焦点，但是这种注目的焦点比较像是想要找出你的错误或者是弱点或者是失误的地方。那原因是因为你可能之前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比较有警戒心，然后别人比较难去真正的理解你，或者是跟你有深入的当做有点类似朋友的交情那种感觉。所以在10月份的时候，这种能量它会反推回来，就是它会是因为你之前在经营人际关系的时候有一些互动上让人家感到的感受，会在10月份的时候呢会反馈回来给你。所以在10月份的时候，如果你感觉跟同事啊或者是朋友在联络交易的时候有点卡住，或者是好像没有那么办法像以前一样热络的时候，可以思考一下会不会是之前跟人家讲话或者是在聊天的时候让人家觉得好像你没有完完全全的相信对方，或者是没有完完全全的可以去很认真的跟他聊天，有时候可能是在敷衍对方。那10月份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挫折感的话，是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如果你之前会觉得跟大家聊天或交易的时候都很正常，然后工作上也没有特别的去指责谁的话，那有可能是因为10月份呢是一个你需要去理解在没有那么运势强盛的状态下，其他人会遭受到什么样的状况？因为运势本来就有高有低，那10月份相较于其他月份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平淡，甚至是有时候要小心，可能会被人家就是当成焦点的状态。那尽量低调的话，其实对于你的10月份整体运势是有帮助的。那在感情上面呢，因为它也会反射出一样的状态，就是你没有那么相信人，所以导致在10月份你也不会想要积极的拓展关于感情方面的人，可能你之前有受过一些伤害，或者是有被骗啊，不管是人财两失，或者是一些你觉得蛮糟糕的状态，你不想要重蹈覆辙，所以10月份你也会尽量的避开一些跟人有深入的联系或者是交易之类的状况。那如果接下来选到第4个这个的话，代表10月份对于你而言是一个运势非常好的阶段，你会觉得做什么都很顺心顺利，然后呢，别人也会觉得，哎，你真的做得还不错，或者是你之前付出的辛苦呢，终于在10月份可以告一个段落，终于有个成绩单交出去了，或者是终于跟这个客户呢，就是互相的联络那么久，然后一直在瞧一件事情，然后最后在10月份呢，那个客户终于来了，或者是他终于给你一个答案，或终于下订单了，诸如此类的种种，在10月份它会有一个 ending， 会有一个结束，然后是你还蛮满意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工作上或者是日常的运势都是很好的，只是在感情方面的话呢，如果说你原本就已经有认识的人，或者是你原本还是单身的话，建议你可以多出去走走，然后认识不一样的人，就是可以增进你的桃花运。那如果说原本就是已经有伴侣的话，在10月份的时候，你们的感情也是非常好的，只是如果你太忙的话，有时候会忽略掉对方，所以你也是可以抽空去跟对方继续让彼此的感情热度可以维持住。接下来如果选到的是第5个这个的话，代表10月份呢，对于你而言是一个有点担心跟危险，然后不确定的状态。它未必是真的很危险，或者是真的很焦虑有需要担心的部分，反而是你的心理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你可能会觉得大环境什么都不确定的状态下，那我到底该怎么做？而且又快要年底了，那如果你心里面有什么新的想法、新的计划，你这个时候就会自我在推敲说这样做好不好，或者是那个人说这句话会不会是有攻击我的意思？那也许那个人其实只是关心你，问说你最近好不好，但是你有时候会投射出觉得对方可能是在攻击你或刺探你的那种感觉出来。那所以10月份的外在环境对于你而言，你其实是有点担心跟害怕。如果说这个状况会影响到你的日常工作或生活或感情的话，建议你就是
10月份的时候，可以多多的静下心来，然后去专心的做自己的事情。那如果很焦虑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娱乐活动，或者是如果你喜欢运动就去做运动，然后如果喜欢看书就去看书，喜欢看电影就去看电影。你喜欢做什么，就是喜欢跟人家聊天你就去聊天，然后喜欢听音乐或者是研究自己的一些东西、一些知识都可以，就是去做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把能量投注到那个方面，会比你一直担心、焦虑外在环境或者是未来这种比较难确定捉摸的事情还要来得更对你自己有帮助。那在感情方面，建议你10月份是暂时先不要认识新的人，或者是太过于的扩展你的人际。原因是因为10月份你的磁场可能会吸引到一些你觉得有疑虑，或者是他已经有一些背景是你不知道的，他隐藏出来的、隐藏起来的，他可能不跟你说，他可能其实已经有家室了，然后或者是他已经有其他认识，然后或者是藕断丝连没有断干净的关系，他会有一些隐藏的背景在里面。可是10月份的时候，你的能量不好意思，10月份的时候，你的能量呢可能会容易吸引到这一方面的人出现。接下来，如果你选到最后这个什么都没有的这个话，代表10月份的你其实是非常的清醒跟有智慧的。你在工作或日常都可以判断出什么东西是你真正想要的、想要去做的，什么东西是花了精力可以有回报，什么事情是做了也是白做，也是白费工的，你都非常清楚。所以10月份的时候，你非常适合去做一些可能这一整年度比较重大，甚至是明年度比较重大的决定，适合在10月份的时候去思考清楚。那在感情方面的话，以前你会觉得好像各种条件或者是不一样的类型的人相处起来，其实都各有各的好跟坏，你会觉得很难去确定自己的想法跟适合自己的人。那在10月份的时候，你对于关系还有对于人，然后适合自己的这一块呢，其实你会渐渐的越来越清楚，因为你会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跟想法，那没有人是完美的。那你可以透过这样子对自己的一个体认，还有对外在环境的认识，去了解到这样的人或者是目前的关系是好的、坏的，适合自己的还是适合对方的，或者是其实你是在做别人的需求跟要求，而不是回过头来看自己。那这一块其实你会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有智慧去判断怎么样的关系对你是好的。接下来呢，刚刚的题目，这个是说你在哪个地板，你觉得那个最后剩下的那一个东西会出现在哪个地板？这个题目是在问你的11月份的整体运势。如果说你选到第一个这个的话，代表11月份呢，你原本有一件事情应该要结束，可是你心里面还抗拒着，就是它可能是一段关系，或者是一个工作上面的合作关系，也有可能，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些亲朋好友他离开你了，可能你们的缘分已经渐渐淡掉了，所以其实渐渐的没再联络。可是这一些就是事情其实是很正常会发生的，因为有开始就会有结束。可是11月份的时候呢，你会明明知道人生中有些事情是结束的，已经不该再怀念或者是太怀旧。可是11月份的时候，你会很难放下，可能是心里面觉得过不去，觉得这个人明明以前还是好朋友，或者是以前好像聊天都还蛮开心的，为什么就是渐渐的，好像你找他或者联络他，他会回避掉你，或者是不想要跟你有太多深入的互动，就是你会觉得有点困惑，然后心里面有点纠结，会走不出去。那建议11月份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心里面有这种想法，你可以去想一下说，在每一个阶段跟时间点，其实大家都有适合的好朋友，或者是适合可以在旁边一起互动的人。那人际关系或者是工作，很多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想要控制它就可以控制的。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比较纠结的状况的话，可以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把焦点转移成你有兴趣、觉得开心的事情，会好过于一直在回顾或者是
怀念那些已经过去的事件，会对于现在的你是比较好的。那接下来如果选到你觉得东西会出现在这一块地板上的话，代表你的11月份呢，你会比较想要出去玩，或者是想要去拓展不一样的视野跟自己的生活，你会比较没有那么执着于一定工作上要非常的被工作绑住，或者是觉得好像每天都是只有工作，然后再就是可能工作就下班回家，然后用从家里面出发到上班的地方，每天都正常这样子作息，你会觉得很无聊，就是你会不想要只工作，然后没有自己私人的生活，你会希望多一点娱乐，比如说你很久以前就想要学的东西，很想要去接触的东西，很想要去了解的东西，在11月份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付出行动，然后真的去测试看看，去实验看看，然后看它有没有未来或者发展性，甚至是跟实用性没有关系，纯粹是你做了觉得很开心。比如说你以前就想要去做压花，或者是你以前就想要去学溜冰，或者是你之前就有想要做的事情，可能是想要自己写一篇很长的文章，诸如此类，你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在11月份的时候，你就会有动力去做一些跟工作比较不相干的事情。那建议，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其实是可以去执行的，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做出一些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那工作方面，你就是还是按部就班做完你应该做的部分，然后让你的工作生活可以达到一种平衡。接下来如果选到第3个这个地板的话呢，代表11月份你是有一个主动积极开始的能量，所以如果你有事情想要做的话，建议你可以在11月份的时候呢去开始执行。那如果说你会还不清楚说有什么是自己想做的事呢，你可以其实现在就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不管那件事情对你重要不重要，或对别人而言是不是有排斥。比如说有人一直觉得你去研究一些衣服的材质，或者是一直做一些可能很像类似设计图案啊，或者是做一些你可能不是本科系或本业的事情，是一件很浪费时间。比如说你想要学游泳，然后其实有人觉得你学游泳干什么，就是突然做这件事情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对你没有实际的帮助，但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其实是你自己想要做，然后觉得开心，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现在就去思考，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以来有兴趣，或者是不知道自己是这方面有天分，或者是还没有真的静下心来问过自己的，这些其实都可以现在就去思考，然后等到11月份，或者是你有思考清楚的时候，搞不好在11月份你就可以直接开始，现在就规划，然后11月就去执行，就去做。接下来，如果你选到这个第4个，代表11月份的时候呢，你会想要接触人群，你会觉得，以前呢有一段时间可能跟人群之间有一些隔阂，或者是想要避开人群，但是11月份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很适合去多跟朋友聚会啊、聚餐啊，然后交易啊，然后多跟家人聚在一起啊，一起参与一些活动，或跟家人聊聊天，然后可能很久没有回家了，会想要回家，或者是有远房的亲戚也会想要去找他们，或他们会出现来找你，或者是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因为大家各自有家庭，都在忙小孩、忙工作、忙生活，所以在11月份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借着这个心里面有一个主动想要跟大家联系的气氛跟感觉，然后呢，去跟大家联系感情，也是还不错的。接下来，如果你选到这个第5个的话，代表11月份呢，你非常的有冲劲，而且这个冲劲是已经深思熟虑，然后之前就有累积经验，或者是累积很多相关的产业知识，或者是人脉都有了，就是你现在就是万事俱备，就是只要你一声令下，其实就可以起身去动作。那有可能其实这个时候是公司，或者是你的产业，或者是如果你是自由业者的话，是需要你去主动规划一个雏形出来，就变成是你要有一个想法，
有了想法之后去推测说这个想法的可行性高不高，执行度高不高。如果说它是可以的话，接下来你就要自己去规划细节，细节规划好之后，你就要想说，那你的人，你可以就是借助的人力够不够，需不需要请外部的资源，或者是再申请更多的资源来帮助你完成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因为有类似的经验或想法，所以其实你是可以把它做得很好的，只是11月份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你就会更加的忙碌，因为你会有了想法之后，就要开始一直去为了这件事情付出跟努力。所以11月份的时候呢，你可能工作上是非常有憧憬的，然后旁边也是有人要帮你，但是自己的身体可能就是要照顾一下，避免自己因为太过操劳，太过把所有的能量跟精力都放在一件事情上，导致忘记要照顾自己的健康，这个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部分。接下来如果选到最后这一个的话，代表11月份呢，其实对你而言是一个很开心的月份，原因是因为你长久以来努力的事情，它终于有了回报，终于有了回馈，你终于成功了。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还好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之前原本就没有特别着力在某一件事情上，所以等到11月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还好。可是如果你之前其实就有为了一件事情默默的或认真的，或者是很明显的付出你的努力跟辛劳，到11月份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成绩出来。不管这个成绩是大的、很大的一个成绩，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里程碑，它都是算是你有一个收获。所以11月份对于辛苦的人而言，是一个有很多收获的一个月份。那这个时候建议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还蛮开心的、蛮幸福的，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可以跟其他周遭的人分享一下你的方法、你的喜悦跟你的感受，这样子呢，之后你可以延长你的这份成功跟喜悦的长度，因为你帮助了更多人，那些人会感激你，觉得说，我真的是有学到东西，或者是很感谢你，那这会有个良性的循环，你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呢，在付出跟获得的过程中有一个正向循环，会对于你的未来是更好的。接下来刚刚的题目，最后一个题目，你觉得那个人会收到哪一个形状的袋子容器里？如果说你选到的是这个的话，代表就是这个题目在问12月份你的整体运势。选到第一个的话，代表12月份你会有点压力，你会觉得好像外在环境呢是有一点在对你做挑衅或攻击的动作，所以这个压力会让你觉得不那么愉快。再加上因为已经年底了，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呢，你是需要直接规划到2020年的时候，你就有压力，因为你还不清楚到底2020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已经有外在环境显示出整个产业啊，整个工作啊，整个部门啊，或者是公司会有一个大的改变变动，有一些迹象出来，会有一些风声出来的时候，你就有很大的压力。那建议这个时候其实先不要把焦点完全放在有人在攻击你，或者是环境对你不利。这个时候你可以反而主动的去问旁边的人聊聊天啊，或者是跟你的主管、你的长官聊聊天，说，现在有可能有这个危险，那应该要怎么样处理，或者是怎么样对公司是好的。这个时候你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去理解到，原来其实环境没有如你想象的危险，或者是就算它真的有风险在里面，如果你已经有意识到去准备，预先做准备，其实是反而可以降低你的风险，或者是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这种其他的答案都有可能跳出来，其实是对于你的焦虑感是有帮助的，它可以减轻你的焦虑。接下来如果你选到第二个这个的话，代表12月份呢，你会有一种难过的感觉，就是你会有点失望，觉得之前付出的努力好像没有得到如同别人的称赞，也没有得到如预期的回报，这一块会让你蛮失望跟沮丧的，或者是你在人际上，或者是跟情人可能有分手，或者是被提分手，或者是有一种
很焦虑，然后很哀伤的气息在里面，也有可能是你的宠物它离开你了，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的某一个人跟你吵架，或者是跟你分开了，这个都会让你在12月份的时候相当的感伤。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很需要跟朋友聚一聚，或者是跟家人聊一聊，然后跟信任的人呢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聊天或连接。这个时候他们都可以去帮助你去架构你的安全感，让你不会有一种很孤单，然后没有人帮，然后好像什么都没有的一种惊慌失措的感觉。其实对于你支撑你心理的健康，找旁边的亲朋好友去帮助你，跟你一起度过这个痛苦的状态，其实是对你有帮助的。接下来如果你选到这个，代表你的12月份呢的状态其实是蛮平衡的，只是这个平衡比较不像是情感面的平衡，比较像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平衡，就是你之前整年度累积来的，在12月份你就会得到一个相应的回馈跟回报。那可是这种感觉你会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跟那种人际上的温暖交流，然后愉快，然后无私的奉献付出比较没有关系，它比较像是我买东西一分钱一分货，所以我付出了这笔钱，我就要得到这样的东西。所以12月份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理性跟理智的人，你会觉得很合理，就是得到了不管是薪资福利上待遇的提升，或者是同等跟去年一样的福利，你就会觉得是合理的。可是对于比较情感面需要一个有情感回馈、人际回馈支撑的人，就会觉得12月份呢是一个就是以物易物，或者是一分钱一分货的状态，就是比较没有情感上的一种无私奉献跟关怀的那种情绪温暖，所以对于不一样的人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接下来如果选到第4个这个容器的话，代表12月份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点失衡跟不平衡的状态。以前你可能会觉得事情的发展就是照这个步调或者是顺序去做就好了，可是12月份你会发现你很难达成你内在的平衡。可能你会觉得在工作上的努力呢，就是已经做得还可以了，还不错了，但是呢，你会觉得这样子的付出在12月份的时候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者是你会觉得你的健康或者是你的感情呢的状态没有在生活当中的比重被分配到同等于其他部分，可能你的健康状况呢，你感觉没有那么的良好，然后你会觉得你的关系，不管跟朋友或跟亲人的关系，好像也没有达到平衡，就是可能他会觉得自己比较重要，比较忽略你的需求，这种不管是跟人或者是你自己内心的比较感，你就会有一种失衡的状态，所以你会一直觉得情绪上没有那么的办法维持恒定，会有一点不稳定或焦虑的情绪出现。那建议，如果你有这种内在比较失衡或者是不开心的状态的话，可以去找出真正的源头。比如说，有时候是我们去放大了别人的话，比如说他说一句话，只是无心的说借过，但是有时候你心情不好，听起来就很像他在赶你走，或者是觉得你堵到他的路，但是对于那个人而言，他并没有那个意思，他只是希望你借他过，让他可以过去，所以。一样的话或一样的人，甚至是一样的人说一样的话，都会让因为你的情绪不同，所以你听到的解读就会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比较理性一点去思考说，其实这些事情都没有那么严重。然后，如果觉得它很严重，是因为内心的解读导致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你就可以从这个里面去得到解脱，就是你会知道说这件事情呢，最终其实它还是可以帮助你去理解，其实自己真正的问题点在哪里，或者是其实根本就没有问题点在里面，就是只是刚好情绪比较低落，所以觉得它是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选到的是第5个，这个选到这个代表12月份的时候呢，你会有点
不安。以前你都可以等待，你会觉得，我好像这样子做，这样子付出就可以得到相应的收获。可是12月份，你有点发现说，这些你认为的价值观跟概念好像都被颠覆掉了。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很会讲话，但是他也许做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但是别人就会听到他讲的话，就会觉得我这个人真的很认真，但其实也许他并没有那些不那么会讲话的人那么认真。所以在12月份，你会因为这一整年度遭遇很多不合理或者是很奇怪的事情，他会去挑战你的价值观，你就变得不那么想要等待，或者是像以前一样傻傻的，就是觉得这样做就可以了。所以12月份呢，你会有一种想要赶快前进，赶快跳脱。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冷静的想一下，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情绪，有了情绪想要去做，或者是已经思考了很久了，思考了1个月、2个月，甚至半年、1年，你已经觉得时间点到了，你想要变动了。那如果你是思考清楚的状态，不是一时兴起的话，建议你是可以去做的，只是要想说自己真的要承担所有最后的结果。接下来如果你选到的是最后这一个的话，代表12月份呢，你会有一个发现，这个发现是以前有些事情就是会把它藏起来，比如说你觉得这件事情不好听，可能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手足、跟你的兄弟姐妹会吵架，或者甚至已经到了有打架，或者是很严重的对立，但是你以前都觉得不要说出来或不想面对，但是等到12月份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时机点去引爆出这件事情，然后可能你更多的朋友就会知道，或者是更多其他人就会发现。那这样子呢，也未必是不好，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有遇到一些真的比较暴力，甚至是可能家暴的状态，在12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就会被发现，或者是爆发出来。那当这种事情爆发出来，其实你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因为你可能以前逃避或不想面对，可能闭上眼睛不去看，但是12月份的时候，你就会活生生的，就是让这件事情被大家去注视到。那这个时候你会有压力，是因为这件事情你要面对了，那同时也是因为这件事你不开心，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那这个时刻也是挑战你的心里面承受压力的耐力度。在这种时刻，其实你是相对需要一些情感上的支持，所以有时候你要是觉得旁边的人很难可以听懂你的需求的时候，建议你可以找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咨商师，他可以去帮助你去厘清这种比较长久以来的暴力，或者是长久以来你的压力，而且是很大的一个压力，让你去说出来，说出你可能没办法忍受的这些事情，它可能并不是一个很短期的压力状态。所以当你需要去厘清它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去更长的时间去平复你内心的伤痛，或者是走出来。那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是愿意去做这个动作的话，其实对于你的2020年，甚至是更长远的未来，其实都是好的。因为当你愿意走出来去放下它的时候，代表你正在往前走。可是如果在12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已经严重的影响你，但是你又不想去面对的话，在长远来看，其实对于你反而是不好，因为你可能把它压抑下来，但是压抑下来不是代表没有事情，是你先暂时逃避掉，你不去面对。那如果说就好像你受伤了，但是你又不去包扎，不去清洁它，它长久可能会有溃烂啊，然后变得更严重恶化的状况，反而对于你的健康还有你的心理都是不好的。所以如果12月份有一个时机点是它让你觉得讨厌或者是觉得受伤害的事情被发现了，被爆出来了，建议就是用比较有心理准备的
状态去面对它，然后趁这个机会去找专业的人或者是你信任的人去把这件事情彻底的处理好，让他可以离开你的生命的不好的那一段，然后你可以就往前走。那以上呢，其实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测的这个2019年的10月、11月、12月的整体运势的题目，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如果各位有其他的任何的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